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绝对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对有情人。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证过无数对佳偶的相识相知，但这对小情侣的跨海恋情真的是甜蜜与酸楚并存啊。话说去年秋天，我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咨询，她叫小雨，今年28岁，在上海一家外企做营销主管，条件相当不错。小雨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好听，但能听出来有点闷闷不乐。丽姐，我实在是被逼无奈了。小雨一上来就这么说，我爸妈这段时间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相亲的事情，烦死了。我笑着问，怎么了呀？家里催婚太厉害吗？何止是催婚啊，简直是轰炸式催婚。小雨叹了口气，我爸前几天甚至直接把他同事的儿子领到家里来，说是来吃饭，结果根本就是安排相亲，我当场就翻脸了。这种情况我太熟悉了，在我们大陆，尤其是在传统家庭里，对于快30岁还单身的女孩子，家里人的压力那真是与日俱增啊。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？我问道，是完全不想相亲，还是说想找个更合适的方式？小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年龄确实不小了，工作忙起来根本没时间认识新朋友。相亲本身我不反对，但我希望是体面、平等、有品质的相亲，而不是家里人强行撮合那种，懂我意思吗？完全理解，我马上回应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种想法。那你对未来的伴侣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？小雨笑了，丽姐，你别笑话我啊，我最近追剧追得有点魔怔了，看了不少台剧，感觉台湾男生好像挺有气质的，又温柔又体贴，跟我们这边的直男癌不太一样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哟，小雨啊，你这是戏看多了吧？台湾男生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啊，可不都是偶像剧里那样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边确实认识一些台湾来大陆发展的优质青年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倒是可以安排你认识认识。真的假的？小雨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，我一直以为你们只安排本地相亲呢。哎呀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啊，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跨区域恋爱也很正常啊。我笑着解释，而且我这几年正好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，他们有的是来大陆创业的，有的是来工作的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条件都不错。那太好了，我真的很想认识看看。小雨听起来兴奋极了。不过丽姐，你觉得两岸恋情会不会很复杂啊？毕竟生活习惯、文化背景都有差异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认真的回答，确实会有一些挑战，但也正是这些差异，让两岸恋情更加有趣味性啊。我见过不少成功的两岸伴侣，关键是互相理解、包容，把差异变成互补，而不是矛盾。就这样，我和小雨约定了见面详谈的时间。不得不说，当小雨走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姑娘条件真的很好，身高1.65米左右，皮肤白皙，妆容精致但不浓艳，穿着一身职业装，干练又不失女人味。丽姐好。小雨笑容甜美，和电话里温柔的声音很搭。我们坐下来详细聊了聊她的情况和期望。小雨是江苏人，985大学毕业，工作能力强，年薪40多万，家境也不错。他的择偶条件其实不算苛刻，希望对方有上进心，性格温和，最好能尊重他的事业，不要太大男子主义。对了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到底有什么不同啊？小雨忍不住问道。我笑着分享了我的观察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根据我这些年的经验，台湾男生普遍在细节上更为细腻温柔一些。比如说，他们更习惯于说谢谢、对不起这样的礼貌用语，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当然啦，这只是普遍现象，具体到个人还是有差异的。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上，台湾男生可能会更注重生活品质，比如说，他们可能更愿意花时间去咖啡厅坐一下午，慢慢品味生活。而大陆男生可能更倾向于高效率，能搞定的事情就快点搞定。这种心态，小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。那在恋爱观念上呢？恋爱观念上，台湾受西方和日本影响更深一些，他们普遍比较浪漫，愿意过节送礼物，制造惊喜什么的。而大陆这边，尤其北方男生可能会更实际一些，
比如说给你买房买车这种实际的承诺。至于婚姻观，这个就更有差异了。台湾社会整体更为平权一些，所以台湾男生可能更容易接受妻子事业发展的比自己好，也更愿意分担家务。大陆这边虽然也在进步，但传统观念还是挺强的，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还是很普遍。小雨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原来如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差异听起来对我来说反而是优势啊。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大男子主义，但也有挑战哦。我提醒他，比如说台湾和大陆在某些用语习惯上有差异，可能会导致沟通误会。还有就是真要发展成为婚姻关系的话，户口、身份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。我明白了，小雨说，不过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足够相爱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，对吧？我赞同的点点头，被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。经过详细交谈和资料匹配，我在我的客户名单中找到了一位可能适合小雨的台湾男士阿明。阿明今年32岁，台北人，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技术总监。他高高瘦瘦的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文有礼。阿明在台湾读的是台大计算机系，之后还去美国深造了2年，回台湾工作几年后，被公司派到上海分公司，已经在上海生活了3年多。我先联系了阿明，简单介绍了小雨的情况。小雨这个女孩子真的很不错，性格开朗，工作能力强，长相也很甜美。我对阿明说，而且她对台湾文化很感兴趣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有共同话题。阿明听完显得有些犹豫，丽姐，我老实说，我之前没有考虑过和大陆女生交往不是说有什么偏见啦，只是担心文化差异会不会太大。我理解他的顾虑，这个担心很正常。确实，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在生活习惯、价值观上确实产生了一些差异。不过根据我的经验，恰恰是这些差异，让两岸情侣之间更有新鲜感和互补性。你看啊，你在上海已经生活3年多了，应该也感受到了吧？大陆女孩子普遍比较独立自主，事业心强，这恰恰能弥补台湾男生有时候可能决断力不足的特点，而台湾男生细腻体贴的特质，又正好能给大陆女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恋爱体验。阿明若有所思，丽姐分析的很有道理，那这位小鱼姐对台湾人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？我怕辜负她的期望啊。哎呀，你别想太多了，我笑着说，小雨就是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有气质，比较温柔体贴。他自己也说了，知道现实和偶像剧不一样，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。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真诚相处，互相了解，对不对？最终，阿明同意了和小雨见面。我安排他们在一家环境优雅的日料店见面，既不会太正式压抑，也能有足够私密的空间交谈。见面那天，我早早就到了餐厅，看着服务员布置好座位。没过多久，小雨到了，她穿了一条淡粉色的连衣裙，整个人看起来青春靓丽。丽姐，小雨远远的就向我挥手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刚刚好。我拍拍她的手，紧张吗？说不紧张是假的。小雨笑着说，但更多的是好奇和期待。就在我们聊着的时候，阿明也到了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衬衫，外面搭了一件深色休闲西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，很有精英范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吗？阿明一进门就道歉，语气诚恳。路上塞车有点久，我注意到小雨的眼睛亮了一下。是的，这就是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的一个细微差别，即使只晚了2-3分钟，台湾男生也会很自然的道歉。而很多大陆男生可能会觉得这点时间不算迟到。不会啦，你来的刚刚好，我笑着说，然后为两人做了介绍。这是小雨，这是阿明。你好，小雨伸出手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明也伸出手，两人简单握了一下。我故意找了个借口离开，给他们留出独处的空间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和主厨打个招呼，顺便点几个今天的特色菜。离开前，我看到阿明很自然地为小雨拉开了椅子，这个举动让小雨有些惊喜。虽然这在西方是很基本的礼仪，但在大陆能做到这一点的男生确实不多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两人已经聊得很开心了。阿明正在讲他刚来上海时的趣事，
小雨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丽姐，小雨看到我回来，兴奋地说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和阿明发现我们竟然都很喜欢《想见你》这部剧，而且都觉得柯佳燕演技超绝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巧？我装作惊讶的样子，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我安排他们见面前就已经了解过两人的兴趣爱好，知道他们都是台剧迷。对呀，阿明也很兴奋，而且我们都去过垦丁，喜欢那里的海滩。小雨还说他特别喜欢台湾的夜市文化，我答应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带他去士林夜市逛逛。看着他们聊得这么投机，我也放心了不少。接下来的晚餐异常顺利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电影聊到美食，两人仿佛找到了知音，话题源源不断。饭后，阿明主动提出送小雨回家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小雨客气地说，不会麻烦啦，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比较安心。阿明坚持道，语气温和但坚定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悄悄点了点头，这也是台湾男生的特点之一，他们通常不会因为女生的一句客套话就真的放弃照顾对方的机会，而是会坚持自己的绅士风度。当晚，小雨就给我发了信息，丽姐，我觉得阿明人真的很好特别温柔体贴，说话做事都很为对方着想，而且他一点都不油腻，聊天很有深度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阿明也联系了我，丽姐，非常感谢你的介绍，小雨真的是个很优秀的女生，不仅漂亮，而且思想很成熟，谈吐也很大方，我们聊得很愉快，我希望能有机会继续了解她。看到两人的反馈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美啊，这不就是我们红娘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吗？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因为我的牵线搭桥，产生了美好的火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雨和阿明的交往越来越密切，他们几乎每周都会见面2-3次，有时候是共进晚餐，有时候是看电影，有时候只是简简单单的散散步，聊聊天。阿明带小雨去了上海的各种台湾餐厅，让他尝到了正宗的台湾菜。小雨则带阿明去感受上海的弄堂文化，让他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在。1个月后，小雨兴冲冲地约我出来喝下午茶，告诉我他和阿明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丽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小雨握着我的手，激动地说，如果不是你的介绍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阿明这么好的人，他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男友形象。是吗？具体说说看，他哪里打动你了？我好奇地问道。小雨捧着脸，眼睛里满是光彩，太多了。首先是他的体贴，不是那种做作的体贴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比如说，他知道我加班多，就会自己做好饭等我回家。我生理期的时候，他会记得给我准备红糖水和热敷袋。我们一起逛街，他从来不会催我，而是很有耐心的陪我看完每一家店。还有就是他特别会表达。小雨继续说道，我之前交往过的男生都很闷，有什么心里话都藏着掖着，要猜半天。但阿明不一样，他会很坦率地告诉我他的想法和感受，也会经常夸我，让我感觉特别被重视。我点点头，这确实是很多台湾男生的共同特点，他们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影响，普遍更懂得表达感情，也更重视感情的维护。对了，丽姐，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。小雨压低声音，像是要分享什么秘密。我发现台湾人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。阿明总是说好啦，是啦，语气词超多的，还有那个和我们这边的发音完全不一样。我笑了，对啊，这就是两岸语言的微妙差异。像垃圾这个词，大陆这边念垃圾，台湾那边念垃圾。还有一些口头禅，比如台湾人喜欢说不好意思，辛苦了，而大陆人可能会说麻烦你了，你太客气了。不过语言这个东西很神奇，相处久了自然而然就会互相影响。我继续说，我认识的一对两岸夫妻，台湾丈夫现在说起话来都有点上海口音了，而上海妻子也经常蹦出好啦，是啦这样的台式语气词。小鱼点点头，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模仿阿明说好啦了，他听了还特别开心呢。看着小雨幸福的样子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也知道两岸恋情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，所以我委婉地提醒他，小雨啊，我看你们感情发展的不错，
有没有考虑过以后的事情？比如说，你们打算长期在哪边发展？父母那边怎么看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小雨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。这个我们其实已经聊过几次了。目前的想法是先在上海稳定发展，因为我们两个的事业都在这边。至于更远的将来，我们都觉得顺其自然比较好。那父母那边呢？我追问道。我爸妈倒是挺开明的，小雨说。一开始听说我交了个台湾男友，确实有点惊讶，但见过阿明几次后，他们也很喜欢他。主要是阿明特别会来事儿，每次去我家都会带些台湾特产，还会帮我妈妈做家务，陪我爸爸下棋，把我爸妈哄得可开心了。那阿明的家人呢？小雨的表情有些犹豫，这个说实话有点复杂。阿明的父母虽然没有明确反对，但能感觉出来不是特别支持，他们担心文化差异啊、未来定居问题啊这些。我能理解这种担忧，虽然两岸同文同种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的不同，确实存在一些观念上的差异。台湾家庭普遍比较注重家族观念，对子女的婚姻也会有更多的参与和期待。那阿明自己是什么态度呢？我问道。阿明说他会慢慢说服父母，而且他相信只要他们见到我，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小雨笑了笑，他说他已经让他妈妈下载了微信，等时机成熟了就安排视频聊天，让我和阿姨见个面。这是个好开始，我鼓励他。两岸家庭确实有些差异，但只要你们两个足够相爱，足够坚定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。而且我觉得这种差异恰恰给了你们更多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，是一种成长。然而，恋爱的甜蜜期过后，小雨和阿明确实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。3个月后，小雨再次约我出来，这次他看起来有些疲惫。丽姐，我有点迷茫。小雨搅动着面前的咖啡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和阿明出问题了吗？”我有些担忧地问。倒不是感情上的问题，小雨叹了口气，而是一些现实问题开始浮现了。原来阿明最近收到公司通知，可能需要回台湾总部工作一段时间，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都有些措手不及。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分离，但我还是很担心。小雨说，异地恋真的很难熬啊，而且我也在想，如果以后我们真的决定在一起，是不是总会面临这种两地分隔的问题？我理解他的担忧，异地恋确实不容易，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关键是你们两个要有共同的目标和规划。比如说，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将来是在台湾发展，还是在大陆发展，或者是第三地？小雨摇摇头，我们聊过，但还没有确定的答案。阿明在上海发展的不错，我也不想放弃现在的工作，但如果长期来看，他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可能更大一些。那如果要你去台湾，你愿意吗？我直接问道。小雨思考了一会儿，老实说，我有点纠结。一方面，我对台湾的生活挺向往的，感觉那边节奏慢一些，环境也好。另一方面，我在大陆有自己的事业和朋友圈，父母也在这边，贸然放弃有点可惜。我能理解他的犹豫，这种选择确实不容易，不仅涉及到个人的事业发展，还涉及到家庭关系和生活适应等多方面因素。其实很多两岸夫妻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我分享到，有的选择在台湾定居，有的选择在大陆发展，还有的干脆去第三的开始新生活。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关键是看你们两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共同意愿。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我认真的说，无论做什么决定，都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感受和意见，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对方会为你牺牲一切。真正的爱情是相互理解和共同成长。小鱼点点头，我明白。其实阿明人很好，从来不给我压力，总是说无论做什么决定，他都会尊重我的想法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反而更不想让他失望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先异的一段时间，看看感情能否经受住考验？我提议道，如果这段分离反而让你们更加珍惜彼此，那不是更能说明你们的感情坚固吗？小雨眼睛一亮，丽姐，你说的对，与其现在纠结不已，不如把这次分离当做一次考验。如果我们能挺过去，以后的路自然会有答案的。就这样，阿明回台湾工作，小雨则留在上海。
两人每天视频通话，周末有时会通宵聊天，仿佛要把一周的思念都倾诉出来。3个月后，小雨决定趁着假期去台湾看阿明，顺便拜访他的家人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正在向更严肃的方向发展。小雨回来后，迫不及待地和我分享了他在台湾的经历。丽姐，台湾真的太美了。小雨兴奋地说，不仅风景好，人也特别亲切。阿明带我去了垦丁、九份、花莲，每个地方都美得不像话，而且台湾的美食也太棒了，我感觉自己胖了好几斤。那阿明的家人呢？我好奇地问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有点紧张。小雨回忆道，阿明的父母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台湾人，特别注重礼仪和家族观念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阿姨一直问我各种问题，感觉像是在面试一样。都问了些什么？比如我的家庭背景啊、教育经历啊、工作情况啊，还有最让我紧张的，对未来的规划。小雨笑着说，不过阿明在旁边一直帮我解围，气氛后来就缓和多了。那最后的印象如何？后来相处下来，感觉阿姨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，只是比较在意儿子的终身大事。阿明的爸爸话不多，但能感觉出来是个很有智慧的人。最后分别的时候，阿姨还特地塞给我一盒凤梨酥，说是她亲手做的，我感动得差点哭出来。听到这里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家人的态度对于两岸恋情来说至关重要，如果双方家庭都能接受，那么很多潜在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对了，丽姐，我还发现了台湾和大陆在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有趣差异。小雨补充道，比如说，台湾人超级热爱便利商店，7到11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，什么事情都能在那里解决。还有就是，台湾人很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特别细致，连厨余垃圾都要单独处理。是啊，台湾的环保意识确实很强。我点点头，还有没有其他发现？还有就是，我发现台湾社会其实很发达，完全不是像有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。小雨认真地说，虽然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水平很高，而且社会福利制度特别完善。阿明说他们的全民健保就很厉害，生病看医生特别方便又便宜，所以你对台湾的印象整体很好咯。我笑着问。小鱼点点头，虽然房价高得吓人，但生活品质真的很棒。那你和阿明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小雨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我们打算先维持半年的异地恋，等阿明的项目结束后，他会回上海工作。然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准备订婚。太好了，恭喜你们！我真诚地祝福道。丽姐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的牵线搭桥啊！小雨握住我的手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根本不会遇到阿明，更不会体验到这样跨越海峡的爱情。看着小雨幸福的样子，我也由衷地感到开心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最大的成就感不就是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吗？半年后，阿明如约回到了上海，两人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订婚仪式，双方家长都来到了现场，一起见证了这对跨海恋人的幸福时刻。订婚仪式上，阿明深情地说，谢谢小雨愿意接受我，包容我们之间的种种差异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我们的爱情证明，心与心之间从来没有隔阂。小雨则含着泪说，感谢阿明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，我们的恋情或许会面临更多挑战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面对，没有什么困难是跨越不了的。看着台下感动落泪的家人们，我也擦了擦眼角。是啊，爱情本就是跨越重重障碍的旅程，而两岸恋情虽然多了一些文化和现实的挑战，但也因此变得更加珍贵和独特。后来，小雨和阿明决定先在上海生活几年，然后再考虑是否去台湾发展。他们说，无论最终决定在哪里定居，两地都会是他们的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两岸恋情故事。如果你也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不要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城市或地区，说不定你的真爱正在海峡的另一边等着你呢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